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为何突然消失？背后真相让人心疼。白鹿这个名字曾经几乎是流量与实力的代名词，它像一匹不肯歇脚的白色骏马，从一部部作品中奔腾而出，踏着光影的浪潮闯进大众的心里。可是如今的他却悄无声息地淡出了聚光灯，不是不红，也不是被忘记，而是那种明明有能力却忽然停下脚步的沉寂，让人既心疼又叹息。几年前提起拼命三娘，娱乐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白鹿。她几乎没有休息的间隙，剧本连轴转，从凤求凰招摇一路打磨到周生如故长月烬明，每一步都能看出她在角色中倾尽全力。那会儿她拍戏到凌晨3、4点是常态，常常一句台词一遍遍琢磨，不满意就不收工。同剧组的工作人员形容她，白鹿不是靠天赋在混饭吃的演员，她是靠拼命。有一次她拍一场坠马的戏，明明替身已经准备好了，她却坚持自己上，结果被马绊倒摔伤肩膀，缠着绷带继续拍完了戏。那段时间她的热度高到惊人，几乎每个月都能上几次热搜。粉丝们喊她白老板，一指她稳、狠、准，有事业心，有野心，有拼劲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女孩的上升期还远没到头，可没想到2023年之后，白鹿的身影开始越来越少。不是没有作品，而是整个人的气场似乎被无形的疲惫包裹。她出现在综艺里时，笑容有些僵，红毯上瘦得几乎撑不起来礼服，而原本一季一句的节奏也突然断档。圈内有句话，艺人的身体就是最大的本钱。白鹿倒下不是因为资源，不是因为口碑，而是因为身体终于对她的拼命发出了警告。据圈内人透露，她在去年年底体检时被查出多项过敏反应，过敏指数是常人的5、6倍，连最普通的鸡蛋都被列为禁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慢性肠胃炎、免疫力低下、轻度贫血，医生直接劝她必须休养。一位曾和她合作过的造型师说得很直白，她拍长月烬明的时候几乎没怎么睡过整夜觉，连吃饭都在剧本堆旁边草草对付。有一次她实在没力气，就靠着道具桌打了个盹，醒来后直接被叫去补妆上场。双引号，这种高压透支式的工作方式换来的是收视与掌声，但也把他的身体推到了悬崖边。去年他录制《奔跑吧》，一出现在镜头前，粉丝就发现他整个人瘦到脱香，脸颊凹陷，气色惨白。节目里他仍旧笑着跑着开玩笑，可镜头一转到他喘息的样子，连路人都能看出不对劲。后来有传闻说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都在暗暗担心他的身体，甚至专门安排备用录制方案，以防他中途身体出问题。有人回忆，那天他跑完游戏，整个人蹲在地上发抖，医生都在旁边守着。双引号，他笑得温柔、敬业，甚至带点傻气，可那背后的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娱乐圈的竞争向来是残酷的，资源的流转速度比时间还快。就在他身体最虚弱的那段时间，一部大制作古装剧原本已经定下她做女主，剧组甚至为她调整了拍摄计划，改了3次剧本，只为了配合她的档期。结果因为她的身体实在无法承受高强度拍摄，不得不遗憾退出。最终这个角色落在了另一位当红女演员手里。业内人都明白，这样的机会错过一次，也许就再也不会回来。白鹿没有怨言，但心里那种无力感就像看着自己辛苦多年搭建的舞台，灯光亮着，却不能走上去。她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，
现在连夜戏都不敢拍，怕拍到一半晕过去。那句话听着轻巧，其实满是心酸。他的团队其实也急，品牌找上门，剧组打电话，广告邀约不断，可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推掉。现在他的行程表上几乎全是休养康复、体能恢复训练。听说他每天都要按时服用7、8种药物才能维持身体稳定。他请了专职营养师和理疗师，饮食全程控制。有人形容他现在的生活比剧组拍戏还严格，连一杯奶茶都要问医生能不能喝。双引号。有一次，他去拍一个品牌短片，只拍3小时，团队却准备了备用氧气瓶和医疗箱。他自己也笑说：“我现在是易碎品啦。”可笑声之后是无法掩饰的失落。白鹿的粉丝群体以理智温柔著称，可最近1年，他们的留言几乎都带着心疼：“姐姐好好休息，我们等你，不要硬撑，健康最重要。”有人翻出他早年拍戏的花絮视频，那时候他笑得灿烂，活力满满，而对比如今的采访画面，神情里多了几分疲惫与空洞。粉丝说，他曾经是那种一站在镜头前就会发光的人，现在却像灯泡里电压不足了。双引号。白鹿的经历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困境，娱乐圈里太多演员都在透支健康换曝光度，熬夜、节食、剧本赶工、跨组奔波，这几乎是每个当红艺人的生活常态。有人说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比你更努力的人太多。白鹿当年也正是那种别人拍1场，他拍3场的人。可他没想到，拼命也有代价。身体的崩溃就像悄无声息的塌方，一旦开始，就无法立刻修复。据身边朋友透露，他最近开始真正学会慢下来，不再逼自己连轴转，不再为了镜头熬通宵，也开始认真学习养生，练瑜伽、冥想。有一位工作人员形容他现在的状态，他不再那样急躁了，好像真的在重新认识自己。双引号。他说，以前我想跑得快一点，现在我想走得远一点。双引号。这句话被粉丝奉为白鹿新语录，也许这才是他真正成长的标志。有人问，他还能回来吗？答案当然是能。娱乐圈的记忆短暂，却也宽容。真正有实力、有作品、有观众缘的演员，从不怕暂时的沉寂。白鹿的表演基础、镜头感、角色塑造力仍然是业内认可的。只要他恢复健康，依然有无数导演愿意为他留位置。实际上，他的新剧已经在筹备中，只是暂未公布。他本人也在悄悄准备，以更稳的姿态归来。一位前辈演员曾劝他：“你是个有光的演员，但别让这光把自己烧伤。”这句话，他现在终于懂了。娱乐圈的浮华只是短暂的烟花，而健康是能让人长久发光的根基。白鹿或许暂时退居幕后一隅，但他没有被击倒。那匹白色骏马只是停下脚步，疗伤、蓄力，等待再次奔腾。等他重新出现时，或许不会再以拼命姿态回归，而是带着一种从容的力量，一种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清醒。大众对白鹿的感情并非建立在短暂的流量上，而是建立在他的努力与真诚上。他不靠绯闻，不打营销战，靠的是一部部扎实的作品赢得口碑。从招摇的灵气、周生如故的克制、长月烬明的张力，到综艺中的真性情，他早已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正因为这样，他的消失才让人如此在意。大家不是担心他不红，而是担心他真的受伤了。结语：光暂时暗下去，不代表他不在。白鹿的故事其实像极了许多在高压环境中奋斗的人。为了梦想，他曾燃烧自己，而如今，他终于选择让自己喘口气。有人说他淡了，但或许这份淡，
恰恰是他生命新的底色。他不再追着光跑，而是学会成为光本身。娱乐圈从不缺短暂的烟火，却极少有能长久发光的星星。白鹿的名字也许正属于后者。所以，当有人问白鹿怎么突然消失了，答案也许很简单，她没有消失，只是在用生命教自己一件事：如何健康地活着，才能更美地闪耀。